无线传输会成为可能吗？一个棒球是否有可能转变成一道电波，穿过高楼，弹过转角，再变回原样吗？可能有些奇怪，多亏了量子力学，答案可能确实是可能吧。秘密在此，棒球本身不能被电波传输，但是它的所有信息可以。在量子物理中，原子和电子被解释成一组特性的集合，譬如位置、动量以及特性自旋。这些特性的值确定了一个粒子，给了它量子态特征。如果两个电子有相同的量子态，那么它们就是相同的。字面意义上，棒球可以由形成它的原子的一系列量子态所确定。如果可以在波士顿读取这量子态信息，并且将它发往全世界，那么在班加罗尔，拥有相同化学元素的原子可以接收、刻入这些信息，被小心的组装变成一模一样的棒球。但这有一个问题，量子态不容易测量。量子物理中的测不准原理说明不能同时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测量电子准确位置的最简单方法，需要散布光的粒子及光子，并在显微镜下收集光子。但是这种散布以一种不可预测方式改变了电子的动量，我们失去了之前关于动量的全部信息。某种意义上来说，量子信息是脆弱的，测量这种信息会改变它。所以我们如何传输那些不能完全被我们读取的东西而不毁坏它呢？可以在量子缠结的奇怪现象中找到答案。自量子物理形成以来，量子缠结就是古老的谜题，而且仍没有完全解释。缠结两个电子的自旋可以形成超过距离的影响。测量第一个电子的自旋，决定第二个电子会测出什么样的自旋。不论这两个粒子是距离1英里还是1光年。然而，第一个电子的量子态信息及一个量子位的数据，可以不通过中介传递影响另一个电子。爱因斯坦和他的同事称这种奇怪的通信为鬼魅式的远距作用。尽管似乎两粒子之间的缠结会于空间中在它们之间立刻传输一个量子位，但这中间有个问题，这种交互必须在很近的发生。两个电子必须很近的进行缠结，然后其中一个才可以移到新的地方。本身来看，量子缠结不是无线传输。为了完成无线传输，我们需要数字信息来帮助在接收端解读量子位。测量第一个粒子产生了2比特数据，这些数字比特必须通过传统渠道运输，受制于光速、电波、微波，还可能有光纤。当我们为获得数字信息测量了一粒子，我们便破坏了它的量子信息。这意味着棒球必须在波士顿消失，才能被无线传输到班加罗尔。多亏了测不准原理，在2城市间可以无线传输棒球的信息，而且还不会重复它。所以理论上说，我们可以无线传输物体，甚至人类。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太可能测量大型物体里面千千万万的原子的量子态，并且在别处复制它们。这项任务的复杂程度和所需能量是天文级的。现在我们可以有保障地无线传输单个电子和原子，这会形成将来量子计算机的超级安全数据加密。量子传输的哲学内涵是微妙的。无线传输的物体不像有形物体一样在空间中传输，也不像无线信息一样在空间中传输，它看上去两者皆有。量子物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奇怪的全新视角，即我们的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是脆弱信息的集合。而量子无线传输展示了新的方法来影响这种脆弱性。记住，永远不要说永不。通过1个多世纪，人类已经由在原子层面上对于电子行为不太确定的认识，发展到可以在房间里可靠的无线传输它们。
在1000年甚至1万年里，我们会见证对这种现象什么样的技术运用，只有时间和空间会揭开答案。通过这些视频继续学习，并且不要忘记订阅，千万不要错过学习新东西的机会。